大家好，我是空罐王。今天呢，就久违的来画一下速写。那今天的速写呢，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上一次嘛画铅笔板，大家都知道画铅笔板那个时候我买了很多水彩道具嘛。那因为就只画那一次的话，有点浪费嘛，所以我想说这次的速写呢，就拿水彩上个色好。之前的铅笔板呢，因为是宣纸底了，所以对水彩来说不是很好画。所以今天呢，我就买了，对，有没有？水彩用速写本，那下面这本虽然不一样啊，也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下面这本是什么纸，因为上面没写。这次呢，这次的纸就可以好好吸水，而且不会起毛球。对，这多棒啊！赞。那今天画之前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的 iPod 吧。はじめまして。不是你啊，好，就是我之前买的一些水彩道具。好，那首先呢，第一个 iPod 就是这个 Pilot 0.5的这个茶色的。我觉得茶色的画水彩就画人物啊，就是跟肤色蛮搭的，所以我就买了茶色的。然后它是水性的笔哦，因为是水性的，它没有速干的效果，它也没有耐水性，所以你用水彩画上去之后，它的墨水会晕开来。那你如果想要晕开的效果啊，就可以使用这种水性；你如果不想要的话，可以用一些像是戴森笔啊这种干了之后墨水有耐水性的笔。那第一支 iPod 这个，然后呢是水笔。说到水笔呢，这个我大学的时候是画油画的，所以那时候我大学完全没有碰过水彩。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常常逛艺术用品店，然后我常常看到这个卖自来水笔哦。那个时候因为我没买啊，而且我也不是术科出身的，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人家用过自来水笔哦。直到我最近买了自来水笔，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啊，原来自来水笔真的里面是放自来水，所以才叫自来水笔。因为我以前不知道用法的，我一直以为里面是在放彩色墨水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画出来，就不是，它是就是你要画水彩的时候，你不击一下就可以挤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挤水出来画面，有没有？你只要挤一下就有水，是很方便的。终于到这个28岁，终于知道有这么方便的笔。对，对不起，我以前都忽略了。好。那自来水笔呢，就一口气够我3支啊！就这么方便的东西，只有1支怎么够呢？对吧？其实只有1支也够了，只是我懒得洗颜色，然后换颜色啊，所以我觉得要混色的时候3支比较方便一点。对，然后呢，今天要登场最大 iPod 就是这个樱花牌的固态水彩。其实我本来是想要买这个普通的，就那种管状水彩啊，对，但是因为想说我没有用过固态水彩，之前看人家用好像很方便的样子，所以我也买了一个。然后呢，这个樱花牌的24色套装是我在世界堂买的，这是世界堂能买到最便宜的固态水彩，就24色套装。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樱花牌所以才买，我只是因为它最便宜最好入手所以才买。这个东西呢，它里面有附一张色彩表。它色彩表呢，就是仅供参考啦。基本上呢，大概这个颜色啊，不过我画出来的，我发现它这个印刷出来的比你实际上画上去的还要再颜色还要再暗一点啊。不过当参考还可以啊。一般来说，拿到水彩颜料的时候，都会先在水彩纸上面画一下那个颜色，制作一个色表。可因为我很懒，所以我就用这个。对，我觉得它都已经帮我印出来，我就不要辜负它的好心，所以我就用这个，反正就是暗一点，大概上还可以参考。对。然后就是它里面附一个调色盘，对，它这边有4个洞洞，你调色盘不管放哪一边啊都可以啊。就是你要出去外面写生的时候，你1只手拿着，然后旁边就调色板，对不对？这个盒子是一个出外用写生套组。虽然我不出去外面画，不过在家里也是可以用啊，其实也是蛮方便的。然后它还附了2罐海绵，就是你没有带抹布的时候，你多的水就可以这样往上插上去。哎呀，我这个对笔没有洗干净啊。总之就是这样子。下面这个呢，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用途啊，因为我其实把它当做就是小调色盘在用，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干嘛。看情况应该是拿来装水用的，不洞洞对的。我如果没有误解的话，那最后的 iPod 呢，就是这个喷雾器呢，我觉得画水彩的时候，这个喷雾器真的很方便，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基本上你拿水笔呢，就是这种水彩笔，你沾一点水，然后开始摩擦这个固态水彩的时候，你这个动作感觉有点伤笔，就是你一直这样摩擦，感觉会掉毛那种之类的。但是你如果呢拿这个喷雾器的是这样，在干的颜料表面撒一点水哦，然后你大概过1-2分钟，这个颜料自然就溶解，所以你就不用花这么大力气在上面摩擦。
对不对？你想要什么颜色就直接沾下去有，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喷雾器呢必备，我真的觉得推荐给大家使用。好，那今天这个 iBall 就介绍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动手画喽。